杨氏太极拳之 1.14C 进步搬揽锤发劲整体。太极拳少数的打包含众多拳理发劲的原理。前面我们介绍了进步搬揽锤的搬揽锤及腿法，再下来就是发劲及整体。另外特别说明一下，由于我本身左手断过没接好，所以经常的左手会不到位，特别说明一下。严重警告，这里所有的动作最好请专人指导，操作时需缓和柔力，不可做不出还硬做，这样容易造成对手的受伤。新竹很多公园，我新竹有公园。最后一个腿法就是捶的时候的腿法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，也是太极拳发劲的原理，在很多太极拳已经都不见了。这个腿部的动作，其实在整套太极拳里都有，但有形却没有用到，只是为了让您养成习惯，为了避免错乱，所以当时没有说。这个就是腿部发劲的动作。我们武术常提整劲，劲其实就是力。就如前面所提，我们的肌肉也往各个方向运作的。没经过训练的人出力的时候，所有的肌肉通通会用力。因为通通都用力了，所以往往会造成所有的肌肉相互抵消干扰，导致真正出去的力量变很小。所谓的整劲，就是把所有我们需要的方向的力整合起来，同时方向不对的尽量避免用力，让整体输出变高。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，我们打拳的时候要求放松不用力，其实就是要让您体会哪个方向的肌肉或力量才是您真正使用的。这就是明明是武术，却要放松练的主要原因。但绝对不是不用力。再来就是分析捶或说拳的力量结构。一般人用拳打人，通常很直觉的就是使用手的力量，但是手的力量能练到的强度其实有限。我们先看牛顿力学，力量等于质量乘上加速度，也就是 F 等于 m 乘 a。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量，称之为动量。动量等于质量乘上速度 ，P 等于 m 乘上 v。至于另外一个与武术较为直接有关，称之为冲量。冲量决定了破坏能力的大小。冲量等于力量乘上作用时间，等于动量的变化。所以假设动量全部转换，则冲量 I 就等于 m 乘上 v。所以从某个角度，动量就代表了您攻击能力的大小，因为冲量就代表着您的攻击性。想要攻击性越强，那冲量就要越高。而冲量除了速度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——质量。您可以理解成重量。物理学好的话，就会知道其中的差异。所以就会看到一堆人要练出出拳够快。这是合理的，但是有一个更重要，在一般人的说法就是拳要够重，够重才有效。问题来了，你的拳头手背就这样，怎样要够重？其实答案就在结构及物理学，而这就是为何要练拳的原因。其实我们人体重量最大的地方就是身体。练拳的目的就是要将身体的重量转移到拳头上，所以就必须利用结构的方式达成。也就是要练到在打击的一瞬间，利用结构让拳头到全身四为一体。弓步冲锤，
这个通常很多人不知道力量怎么来的，就会把它称之为按劲。除了利用后脚打直，身体往前达成结构力之外，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，那就是靠旋转，靠身体的旋转，也就是靠现在这个腿部的动作完成。在力学上，旋转的角动量在输出方向相同时，可以增加直线前进的动量。旋转的冲量最常看到于工业的冲剪机，利用飞轮的旋转惯量转换成冲量进行加工。同样的用于我们太极拳的发劲，利用腿部的扭转或说缠丝及前撑，造就了这两种力。一个为往前，就是最前面介绍的；第二个就是让身体旋转，而且是要快速的旋转。这个就是直接撞。这个就是靠转动。这个就是前进加旋转。为何要采取这种被撞的方式？我们最后再来说明。让两个力量能同时传到拳上，这个力量将非常的大，大到很多人搞不清楚怎么来的，所以会称之为按劲，因为看起来很神奇。假如你有注意到，我们这里几乎全站单只脚，也就是单重，可能会觉得直力很难发。其实这是最终状态，也就是在贴身状态，所以旋转力的使用将是最为重要的。这个就是使用转动惯量的发劲。这个就是所谓的寸劲、弹斗劲，或说爆发式的缠丝劲。当然的发劲的方式不止这个，但以这个最为基础、最为实用。严格来说，其实还有前脚，前脚的缠丝也是要制造出强而有力、快速的旋转。但是前脚做得不好，往往会抵消后脚的动态，而且只要后脚练得够好，就够呛的了。不过需特别提醒一下，没练过的人，要练这个，可能20岁以下较为适合，40岁以上做做样子就可以，知道就好。这个颇伤膝盖跟脚踝的。由于这个发劲动作太复杂，需放松慢练一段很长的时间。但是慢练又通常很难掌握真正的拳，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您先练另外一套拳，来掌握身体这个飞轮的力量。这套拳就是六合螳螂的基础拳。尤其第一趟的弓马互换，就是要让您熟悉身躯这个飞轮的运用。练的时候记得拳头要握实，但肌肉要放松，步伐越大越好。身形要越低越好，把身体的旋转的劲道带出来。这个就是基础拳第一趟。假如对我们六合螳螂基础拳有兴趣，在我频道内有放，请点击视窗左下角圆形图像，就可进入我的频道。请点击上方播放清单。再点击右下六合螳螂淡水，再点击右边的六合螳螂基础拳及子母连环拳。另外忘了说，在出拳快到目标时要急速呼气，这个会让你有沉的感受。同时，因为急速的吐气时，整个腹部及胸腔的肌肉就会整个绷住，成为一体，所以我们身躯整个结构的质量就会非常的扎实，这样身体的质量或者说重量就可以确实的发挥作用。请记得，要求就是在达到目标时吐气停止，在没目标时就是达到最底时。也就是跟呼吸有关，以前会将列入为气功，
但以现在的科学来看，主要是协调性以及物理力学。我们在前面说过，这套太极拳是连续的，不能中断，所以有些用法其实是从前一式延续过来的。这里要说明的是，为何颈部搬揽锤一开始的右拳要往左往下压。把这个动作与前面的手挥琵琶、搂膝咬步连起来看，就会发觉这是一个连续的摔技。动态说明：当对手被我使用第二个手挥琵琶时，人会往前跌，所以对手会想尽办法往后退。这时我就进左步卡在对手的身后，顺势以右手横着下压对手的身体。这时对手一定出手反向挡，这时右手可以勾住对手的脖子，或抓住衣领，或踩对手左手的大臂往回拉，也就是扳的形态。左手再做前撑的拦，这样就可以借对手的反抗力量回摔。若再抗住就做锤，可真锤也可以摔。同样的，左脚绊住或踩住对手的脚，推击对手的左肩就成为摔。只因为接续点的不同，产生了不一样的用法，所以同样的式子，因为切入点的不同，就会有许多不同的用法。会不会觉得很神奇？至于还有其他用法吗？答案就先留给您去找。在前面的发劲演示，为什么被撞的时候不采取弓步做抵抗呢？其实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两种都用。抵抗的状态时，打或撞的人可以确实的感受到反作用力，但是这样无法比较出力量的大小，除非在身上装感测器。所以最简单的战法就是双脚平行，这样一撞就很容易倒退。同时依照撞的力量大小，退的距离就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戏称这个是人肉沙包的战法。为了要测试效果，经常的会用这种战法来练习，所以不用太质疑。当然的真实状况很难把人发那么的远。不过因为这是太极拳，所以会有一些手法让对手处于这种状态。我们前面介绍的揽雀尾的案就有，不知道您还记得吗？